来，今天跟你们爆个料吧，跟你说说我和我老公在铁岭这场婚礼，为啥我加拿大的公公婆婆没有来？这个事儿呢，除了我和我老公俩人，全世界谁都不知道。所以我希望我的家人今天别刷抖音吧。当初我俩决定结婚的时候吧，我婆婆就以为俺俩的婚礼肯定在加拿大办，但你说我在加拿大一共也不认识几个人啊，我就感觉也热闹不起来似的。完最后就决定就在东北我的家乡大铁岭办。完我婆婆呢就挺失落的，就不乐意了。虽然她乐不乐意呢，我也没那么在意，但是你按照礼节来讲，你不也得邀请人一下？然后我跟我老公就是视频邀请他的时候呢，我婆婆就说的，我没去过中国，你们得先回答一下我的问题。首先，我适应不了中餐，所以咱们一块出去吃饭的话，我可不可以跟厨师说，就给我做的饭不要放任何他的调料？再一个，我减肥，晚上我从来不吃晚饭，我只吃冰激凌。你们那儿有没有冰激凌？我只吃低糖的。还有你们那儿住房里边能不能洗澡？我每天必须得洗澡。再有一个就是洗完澡之后，你们有没有吹风机？我这个头发必须得立马吹干。这问题给我问的，这当时我脚丫抓地脸要绿，杀鸡弥漫小空气，纵容泼猴撒狂言，对不起养我的黑土地。我老公一看这情况，赶紧电话撂了，完就提醒我说的，哎呀别生气，就我妈吧，她说话不太思考。再一个呢，你说她一天就看卡戴珊，她根本就不了解世界的形势，就是她根本不知道中国现在有多发达。下次咱跟她视频的时候就跟她说，她这些担心根本就多余的。再一个，等她一来，她不就看着了吗？这不比她那阔吗？但是在接下来，我跟我老公在铁岭筹备婚礼这2礼拜呢，我老公对这个事儿的处理方式发生了变化。话说呀，这铁岭城市真是小，小的熟人满街跑，一个大客仨同桌，一个澡堂俩二嫂，吃个冰糕遇前任，撸个小串碰舅姥，就是到处能碰上熟人的感觉。然后有一天呢，我妈我和我老公在街上打车，完上车以后呢，我妈坐副驾驶，就发现开车司机是他远房一个大侄儿。完我妈就听他这大侄儿就跟他俩抱怨，就说他媳妇儿做菜不好吃，完说他妈惯孩子又啥啥的。完我妈就不爱听了，就给他这大侄儿哒哒哒一顿损。可能当时也是就是筹办婚礼，我妈心里头火大，给他的大侄儿给说哭了。完我妈还说呢，挺大小伙子你约约巴巴的还掉俩金豆，得了不坐你车了，你靠边停吧，下车走下车。完我跟我老公就稀里糊涂就跟我妈下车了。完我老公就啥也没明白呀，就问我这司机咋的了，是拒载了是坐歹了还是埋汰你矮了，你妈咋给人扔道边哭呢？然后我就跟我妈说，我说妈，你女婿问你人家咋的了，你给人说那样。我妈说的，那你给他解释解释。在别处我不知道，在我这儿我不怕你撒泼，就怕你事儿多，不怕你不识字儿，就怕你不懂事儿。我当时没当回事儿，但我老公当时可能心忽悠加一下子，可能以后被冷汗。我没往这上寻思，但他知道谁事儿多呀。后来在铁岭待这段时间呢，我老公就发现了，就我妈的观点基本代表了东北社区的事务发展方向。然后有一天我老公就实在憋不住了，就跟我促膝长谈了，大致意思就是，媳妇儿啊，我觉得我妈来参加婚礼不是一个智举，要不然咱编个瞎话，别让她来了，就她这个性格来了都对不起白求恩。然后后来俺们视频，她之前不是问了我一堆问题吗？然后俺俩就编了一堆瞎话。我说俺们不洗澡，就偶尔下大暴雨出去冲一下的，那都因为洁癖。俺们也没有吹风机，就零下20多度，洗完头出去滑冰去，那头发冻得一绺一绺的才整住呢。你看过脏辫没？最早是搁东北甩出去的。俺们也没有冰激凌，没见过，更别说低糖的了。俺就指着冬天拎个大白糖罐出去找房檐掰冰溜子，回来蘸白糖吃，一嘴一口糖尿病味儿。完我这家就天南海北一顿编。完我婆婆呢也听出来了，就俺俩这个叙事风格有点后现代主义加浪漫主义色彩吧，就是反正她呢就是领会到了一些意思吧，最后就是没来。这个结果呢虽然有很多遗憾，但其实也避免了很多不愉快。有些时候吧，有人赶你上压架，不如给你台阶下。完后来这婚礼的录像就出来了嘛，我之前视频也唠过，就东北这个酷炫的婚庆文化，让就来参加我婚礼这些老外就以为我是这家东北王储石油公主的嘛。然后我婆婆就看俺俩这婚礼的录像嘛，就问我老公，你俩告诉我他连吹风机都没有，还舔冰溜子，那去参加婚礼的10个外国人，一人给配台奥迪车是咋回事啊？哎，你敢相信我们一家3口一直到孩子2岁都一直和室友住在一起吗？今天跟你们唠唠我的前室友法国工程师乔丹。哎呀，这话说是啊，好几年以前了。我跟我老公当时在伦敦找房租，然后看中了一个房子，就依傍着泰晤士河。我不是人称泰晤河畔小诸葛嘛，就这么来的。当时在泰晤河畔找这个房子，可喜欢了，但这房租太贵了，完还2卧。然后我俩就寻思就打广告找室友，结果这室友找的老费劲了，有厨房不让做肉的，有进屋自带狐臭的，有大晚上贝斯演奏的，有大早上拿酒自透的。我俩当时都要放弃了。这时候生命中终于出现了我俩心仪的男子，法国小伙叫乔丹。你说他一个法国人叫乔丹，咱心中对法国人的印象哈，就是他们不都应该叫就是亚历山大、安德烈、弗朗西斯、让皮耶吗？对不？
然后俺们仨相处的可愉快了，就特别性格特别对路的。乔丹最大的优点是啥呢？就是基本不吃蔬菜，就这冰箱可管用，这整个冰箱里就一夹，他放点奶酪，哎，就爱吃奶酪。他每次从法国回伦敦哈，就坐那欧洲之星小火车，提一个小行李箱，里边全是从法国带回来的奶酪。我就问他，我说你坐这长时间火车，你里边放奶酪，你不怕放臭吗？人家原话说，奶酪只有更浓，没有更臭。最有意思的是，就我妈有一次哈，就来伦敦看我，我妈是根本吃不惯西餐的人，然后上那个中超买的全她喜欢吃那玩意儿，连皮蛋再臭豆腐，整更香。这边碗还没捡过去呢，问人家乔丹，你说你一天吃了大奶酪子，一股碱味儿，你不嫌臭吗？但是不长时间以后呢，我就意外怀孕了。这孕怀的哈，我就对乔丹就是老愧疚了。你说这肯定得影响人家生活，影响人休息吧？我说你就赶紧吧，你就这抓紧时间找新房子吧。找完之后，就搬家钱我俩拿，完事你在那个我卸货之前，你就赶紧搬走吧。完乔丹说的没事，我觉得这事挺美好的，我不用搬。我说你当时是写生呢，你以为他孩子是净物啊？美好是不是奶酪吃多脑袋打滑啊？那孩子那玩意儿一吃二喝三拍嗝，一会儿拉稀一会儿坨，你睡着了他就醒，天使熬成伏地魔。这乔丹呐还是年轻，这样他拿青春赌明天，告俺没事儿不用搬，完还颠的跟俺一块期待天使降临呢。但俺家崽儿达吧也算是就挺给他乔丹叔叔长脸，生下来之后就基本是没事是不哭，基本还他乔丹叔叔一个岁月静好。关键是我姑娘和这乔丹叔叔哈，就好像上辈小情人似的，一天俩人老含情脉脉的。我天天乔丹一下班就跟我姑娘俩唠嗑交心。所以说啊，就是俩人要是没话唠，山珍海味肥皂泡，若是此生缘分到，配个咸菜唠通宵。哎，就这么长此以往哈，就每天说一点。俺家孩子法语相当让屁耶的，所以我看崽儿达这个法语呢，我就总结出来的经验就是哈，就是你想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，最重要的是就是提高他的使用频率，而不是某一次的训练强度。学任何语言都是一个道理，所以想培养孩子英语能力的家长呢，我推荐阿卡索英语，性价比比较高，就一杯奶茶钱就能拿这一节课，而且吧，他线上授课随时随地，让更多的家长吧有这个能力给孩子培养语言习惯，把外语融入生活，而不仅仅是一个学科。我给大伙整着点免费试听课程，点击评论区置顶链接去免费试听去吧。哎呀，现在没有乔丹叔叔的日子哈，俺家贾奥达这法语都退化了。完，你说这疫情一时半会儿也过不去，他这个也没有铁岭人民跟他练习这个土味汉语。现在这汉语就是回旋了，就是现在就是前门了后底怎么长，哈捧子扣斗子怎么躺，都已经忘了。说这哪行啊？这贾奥达呀，这东北话得捡起来。当今世界风云变，光说英语不够炫，不信看你大傻爹，裤裆让人玩开线。我老公看中医把人家老中医整疯了，人家说他痞湿痞寒，他说他只是屁多屁臭。是这样的，大胖媳妇平时吧，她不看中医，她甚至都不看任何医，她就活的吧无比的健康快乐。但是呢，她有个外国朋友在一个中医馆办了一张卡，最近要回国，就病没看完呢，人走了，就把剩这2200块钱的中医卡给了大胖媳妇。大胖媳妇手拿着这个中医卡，就实在是不忍心浪费，问我要不然就去看看病，万一有呢？结果大胖媳妇就去了，这是她第一次真正的中医问诊，她完全不了解情况。然后这医生给她把完脉，就开始慢慢问各种问题，很多问题。你最近吃饭香不香啊？饭 rice 香不香？大胖媳妇看了我一眼，跟医生说：盖饭香，炒饭香，黄焖鸡米饭香，有点菜汤都香，纯大米饭的话不香。医生，我饿了。我喜欢排骨肉、大盘鸡、羊肉泡馍、饽子，你有吗？我回来。还行。然后医生问：你爱吃重油重辣的东西吗？大胖媳妇说：看菜，毛血旺我喜欢重油重辣的，但你说像小龙虾哈，我其实喜欢无香的。不是上的手工扇，好吃。真香。然后问了众多问题之后，医生说：你呀，应该是痞湿痞寒。大胖媳妇看着医生，尴尬的说：我只是屁多屁臭，我极少遇到屁湿的情况。他那个痞湿非常严重，我就是脾肚脾超，脾肚脾超。然后医生就觉得他有点毛病，然后大胖媳妇也觉得医生有点毛病。都聊到这儿了，大胖媳妇问我：这医生也太爱唠嗑了，唠20分钟了，啥问题都问，他咋还不看病？我才明白，这个中医问诊时候讲究这个望闻问切，就是问很多问题来了解你的身体情况，而不是像西医是靠测血呀、排片。这些大胖媳妇她完全不知道，她以为看病一直都没有开始，只是遇到了一个很义的医生，在看病之前想跟他先交个朋友。我说你仔细思考医生说的话，严谨一点，别瞎回答，这都是诊断你的依据，好好回复，明白没？他说啊，都看着病了，好好。然后医生最后一个问题，对了，你那个大便容易成型吗？大胖媳妇看看我，又看看医生，思考了很久，容易成型吗？那玩意儿我也没捏过呀，我也没捏过呀。然后医生给他开了一次针灸，原来他对针灸也是有一些误解的，他以为针灸扎进去就完事儿了，但是那医生每隔一小会儿就会过来转一转他的针，这是人家的手法。但大胖媳妇以为这个医生他就是多动症，没事就过来鼓捣一下这个针，人家医生搁那拧针呢，他告医生别玩，别玩啊！
回家我发现真给他疼够呛，裤子都湿了。我说你赶紧把衣服脱下来，我给你洗洗。咱家最近新换的三星 AI 爱神，有更聪明的 AI 泡泡镜，能感应衣服面料来出泡，洗得更干净，还能省70%能耗。食品级蒸汽除菌，洗完就烘，干干爽爽。超薄嵌入设计，不占地方，容量更大，颜值还高。医生给出的治疗方式有3个，3管齐下，一是针灸，2是食疗。医生说回家之后15片黄芪炖1只鸡，连吃10天。大胖媳妇听成了每天1片黄芪炖15只鸡，连吃10天。大胖媳妇说我觉得我最多一天能吃9只鸡，9只鸡。最后一种治疗是摁肚子，医生说这3种一起治，能改善他的脾寒脾虚。我控制不了，脾热脾臭，我一次。